G7峰会即将在英国举行，韩国总统文在寅首次获邀出席。周三，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韩国外长郑义溶通电话。王毅表示，中韩作为友好邻邦和战略伙伴，应把握是非曲直，不被带偏节奏。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同澳大利亚举行外长和防长2+2会谈，联合声明中首次提及台海。而对于日本首相菅义伟公然称台湾为所谓国家，中方提出严正交涉。周三，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韩国外长郑义溶通电话。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共识引领下，中韩关系总体发展顺利。近来，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化很快，中韩作为战略合作伙伴，有必要及时加强沟通。明年是中韩建交30周年，双方要共同珍惜来之不易的合作成果，为两国关系继续稳定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创造必要条件。美国推动的印太战略充满冷战思维，挑动集团对抗，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中方坚决反对。中韩作为友好邻邦和战略伙伴，应把握是非曲直，坚持正确立场，信守政治共识，不被带偏节奏。郑义溶表示，韩国作为中国近邻，高度重视发展韩中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充分认识到两岸关系的敏感性，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各领域合作，为韩中关系注入更多内涵和动力，为两国建交30周年释放更多积极信息。中方认为这次通话很成功，双方外长就中韩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达成了很多重要的共识。这是上月美韩首脑会谈后，中韩外长首次通电话。由于通话时间又正值G7峰会前夕，因而备受关注。韩联社报道称，在近1个小时的通话中，中韩外长在讨论全球热点问题的过程中，还就G7峰会进行了沟通。此外，双方就美韩首脑在联合声明中提到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一事交换了意见。一直受到美国的一个压力这个美国要了韩国一起来对付中国。那么在前段时间美韩的这个首脑的联合宣言里面、联合声明里面，那么这个实际上韩国已经被带偏了，就是说在南海在台海已经做出了一些实际上是美国要求的一些表态。2个多月以来，中韩外长以2次互动。4月2日至3日，应王毅邀请，郑义溶访问中国，这也是郑义溶上任后的首次外访活动。双方在厦门会谈，达成广泛共识。郑义溶指出，韩方基于稳固的美韩同盟关系，和谐发展韩中关系，并重申对韩国而言，中美不是2选1的选项。自美国拜登政府上任后，推动所谓印太战略，大搞集团对抗，韩国成为美方极力拉拢的目标。上月底，文在寅访美与拜登会面，双方发表联合声明，提到台湾及南海问题。不过，据韩国媒体报道，虽然美国多次要求，但文在寅此前对这2个问题一直避而不谈。文在寅与拜登会谈时间比原定要长，应该就是因为这2个问题上意见不一。此次文在寅获邀出席在英国举行的G7领导人扩大会议，也是韩国首次参加G7峰会。据韩联社周四报道，文在寅还将分别同英国、澳大利亚和欧盟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这次欧洲行对提高韩国的外交地位和扩大发言权有重要意义。但是，对于此次峰会，韩国方面也有很大的忧虑。据悉，本届G7峰会结束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如果涉及到中国议题，很可能将包括南海、台海和人权等问题。这些领域都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绝不容其他国家侵犯或干涉。在这些问题上，韩国政府也一直极为谨慎，避免因此破坏中韩两国关系。为避免搅进反华这滩浑水，青瓦台发言人提前吹风，称G7峰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仅代表该组织的正式成员国，不代表韩国。在中国问题上呢，应该说拜登他采取的是这个纠集盟友和伙伴对中国进行围堵的政策。那么现在周边日本在一定程度上这个一只脚已经踏上了美国的贼船，那么韩国这块砖能不能补上，也是美国所重要的一个考虑的因素。有分析指出，拜登对韩国提出的2大要求，一是要拉韩国介入台海，二是要韩国加入所谓4国会谈机制。该机制由美日印澳4国组成，目的就是在印太地区构建遏制中国的包围圈。此前，韩国方面对美国释放的立场是不应该制造为牵制特定国家排他的地区组织。韩国接下来能否最终顶住压力，还有待观察。相较韩国，日本与澳大利亚已亮明对华态度，冲在美国印太战略第一线。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同澳大利亚于周三以视频会议的方式举行了两国外长和防长的2+2会谈。会后，日澳发表联合声明，首次写明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敦促和平解决两岸问题。此外，双方商定将在维持重要物资的供应链等经济安保领域开展合作。日澳的这个动作啊，那么第一个呢是做给美国看啊，因为美国现在的战略就是要他的盟友去冲到前面去啊，在遏制对华战略的过程当中打头阵。那么第二个呢是做给台独分子看啊，就是让这个台独分子心中涌起一种不切实际的希望，但真的一旦有事，他们能不能兑现诺言，其实很不确定。外界注意到，近段时间以来，日澳政客频繁炒作涉台议题。今年4月，澳防长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声称，因台湾问题与中国大陆产生冲突的可能性不应被低估。澳大利亚将与盟国一起努力维持和平。日本方面，首相菅义伟在周三出席国会与在野党党首辩论时，竟公然将台湾称为所谓国家。汪文斌在周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方言论严重违反中日联合声明等4个政治文件原则，严重违背日方迄今多次做出的不将台湾视为国家的郑重承诺。中方对日方错误言论表示强烈不满，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日方立即做出明确澄清，消除已造成的恶劣影响，并确保不再发生此类情况。台湾问题事关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事关两国间的基本信义，事关国际法治正义。我们严肃敦促日方在台湾问题上切实重信守诺，谨言慎行，不得以任何形式损害中国主权，不得以任何形式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日本与澳大利亚举行外交与国防部长2+2会谈，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首次强调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同时鼓励两岸议题和平解决。您对此如何解读？我认为日本与澳大利亚外长加防长2+2会谈后发表的这份联合声明有这么几个动向，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其一是，由于早在去年10月，双方围绕日本向澳大利亚提供所谓的武器等保护战略一事已经达成了协议，以及去年11月，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大框架上达成了互惠准入协定。而这份联合声明的发表，也就意味着日本与澳大利亚结成军事同盟，仅仅就差最后的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了。那么第二，除了跟早前美日联合声明一样，日本与澳大利亚的这份联合声明不仅公然把合作的矛头对准了中国，强行介入了中国的香港与新疆问题，而且都破天荒地把手伸向了台湾问题，甚至连声明的内容与措辞都完全一模一样。我甚至认为，在军事介入台湾问题上，日本与澳大利亚在言行上似乎表现得比美国还要更为积极、更为激进，给人一种感觉，未来即使美国没有军事介入台海局势，日本与澳大利亚都有可能会强行介入。总而言之，我认为日本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这份联合声明的背后，有着美国深深介入的影子。而且我相信，美日与美澳以双边同盟的方式介入台海局势，不会是最后一步。同样，日本与澳大利亚以结盟的方式介入台海局势，也不会是美国的最终目的。美国的最终目的是要以美日澳铁三角同盟的方式共同介入台海局势。当然了，美日澳以铁三角同盟的方式介入台海局势，也仅仅是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围绕着台湾问题而展开军事同盟外交的第一步。更长远的目标，这是要把包括英法德在内的欧洲国家，甚至是整个北约都一起拉进台海局势的粉水中来，这将会是拜登访问欧洲的重要任务之一。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韩国外长郑义溶通电话，强调中韩作为友好邻邦和战略伙伴，应把握是非曲直，坚持正确立场，信守政治共识，不被带偏节奏。您对此又是如何解读呢？确实，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各大媒体上几乎都是拜登政府又准备跟谁强化同盟关系，准备对抗中国的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中韩两国外长能够通电话，探讨如何强化双边关系，无疑是一个让人感到欣慰的消息。值得注意的是，王毅外长在跟韩国外长郑义溶通电话的时候，不仅展现出了非常柔软的外交身段，而且透露出了中国对于韩日两国态度上存在着差别的微妙信息。我们知道，不久前发表的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公然介入了台湾问题。同样，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中也介入了台湾问题。甚至几天前，美国一架 C-17大型军用运输机还载着3名联邦参议员从美国驻韩军事基地起飞窜访了台湾。在这种情况下，中方对于日本菅义伟政府的态度基本上是毫不留情，给予了严厉的驳斥。但是对于韩国，中方的反应则要温和得多了。我们看到王毅是这样说的：美国推动印太战略充满冷战思维，挑动集团对抗，不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大局，中方坚决反对。这也就意味着，中方把美韩领导人联合声明介入台湾问题的责任清晰地归咎于了美方。中方认为，这完全是美国在背后挑拨离间的结果。那么，这背后透露出的政治信号就是，在美国企图联手日本与韩国对抗中国，尤其是介入台海局势的大背景下，中国不仅并不想做亲痛仇坏的事情，把韩国进一步往美日的怀抱中推，而且中方还想尽力拉住韩国。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理性的战略思维，因为搞外交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意气用事，不能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而在我看来，中方之所以还要尽力拉住韩国，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方认为韩国还是可以被拉得住的。当然了，面对中方递过来的橄榄枝，我认为韩国的回应还是应该更为积极一些才好。韩方说不会参与七国集团发表的包含牵制中国的共同声明，这实际上算不上什么善意，因为韩国并不是积极成员，本来就没有资格参与发表联合声明。同时，韩国外长郑义溶表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这也算不上什么善意，因为美国与日本也没有否认一中原则。我认为，在中方已经摆出了如此明确的示好姿态的情况下，韩方至少应该在是否会跟随美国一道军事介入台海局势问题上回应中方的关切。好的，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